通古斯大爆炸，人类距离毁灭10公里，是特斯拉搞实验，还是神在警告人类？世界3大自然之谜3，能使大地生异象，也叫天空现极光。一瞬草木成尘粉，世界末日擦身旁。Hello， 大家好，本期视频大吕将给大家带来自然之谜系列3部曲中的最后一篇，离现在最近的一次神奇事件，只发生在100多年前。但是它的神秘程度却一点都不比王工厂大爆炸和死丘大劫难低。1908年，人类差一点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被彻底灭绝。这就是通古斯大爆炸。这期会比前2部更长一些，因为我们想多讲一些细节。突然，北方的天空分成了2半，整个森林上空都被火焰覆盖了，空中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大地都在颤抖。1908年的夏季，荒凉的西伯利亚瓦纳瓦拉，一名坐在门前的男子突然被一阵巨响从椅子上震了下来，一股热浪起来，让他浑身如同燃烧了一般。他根本没有想到，距离64公里外的通古斯河畔，刚刚发生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剧烈、最神秘的大爆炸。好了，就跟着大吕高举放大镜，凭着残存的蛛丝马迹，继续开始我们的1908通古斯探秘之旅吧。说起西伯利亚远东地区，那可是一片茫茫林海，很多地方更是被永久冻土所覆盖，气候严寒，物产奇缺，自古以来几乎就被认为是人类的禁区。然而，就是这片蛮荒的土地，被世界遗忘了几千年，却有朝一日被一声巨响彻底成了人类的焦点。话说1908年，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俄罗斯帝国正是风雨飘摇，国运岌岌可危，圣彼得堡、莫斯科都笼罩在一片不安和骚乱之中。可是，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一切都还是像千百年来的那样，在原地踏步的季节轮回中静静的沉默。6月30日早晨大约7点多，贝加尔湖西北方800公里处，一位土著猎人继续复制着祖祖辈辈千篇一律的生活，挎着火枪，带着猎狗前往野外打猎，开始一天的生活。在靠近通古斯河的一处地域，猎狗突然痉挛似的狂吠不已，还不时跑来撕咬着猎人的裤腿，好像是遇到了魔鬼一般，拖拽着主人逃避。猎人被弄得莫名其妙，漫无目的的四下张望，竟然看到一团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正往地面冲来。天了，这是怎么回事？猎人被惊吓得目瞪口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火球就轰然如巨雷一般炸裂，强烈的冲击波把猎人凭空抛弃，摔出了几十米开外。幸好松软的土地让猎人庆幸自己还捡回了一条命。可是让他再次意外的是，一股寒流突然弥漫开来，冻得他瑟瑟发抖，磅礴气候又回到了西伯利亚最冷的冬季。还打什么猎啊？空手的猎人浑身蜷缩成一团，带着同样带着寒战的猎狗，一瘸一拐的赶快往家里逃去。一路之上，他还能听到身后断断续续的又几声爆炸声。虽然这个时候的俄罗斯帝国百病缠身，奄奄一息，但还是被这场爆炸给震动了。随后沙俄政府派出了人员了解情况。很多当地人描述，一个巨大的火球状天体自东南向西北从天边划过。2分钟后，贝加尔湖西北部山区的人们则观察到一列蓝色的光，几乎和太阳一样亮，在天空中移动。大约10分钟后，出现了闪光和巨大的敲击声，类似于炮火。短促的爆炸声间隔越来越大，在离爆炸地点较近的地方，一股冲击波将人们击倒在地，而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窗户也被打破。其中一些目击者大惊失色，他们感觉世界末日来临了，向调查队一再强调这一事件是多么非同寻常。据记录，一些人甚至曾去找当地政府，询问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一事件。还好，一切都是庸人自扰，世界末日并没有降临。不只是当地人感受到了这场大爆炸，连横跨欧亚大陆的地震站也记录了这次事件。英国刚发明了气压自动记录仪，没想到就派上了用场。这个设备侦测到大爆炸造成的不稳定气压。而在事发后数天内，欧亚大陆的夜空呈现出暗红色，欧洲许多国家的人们在夜空中看到了白昼般的闪光，甚至不用电灯就可以阅读报纸。
美国的史密松天体物理台和威尔逊山天文台也观察到大气的透明度有降低的现象，至少数个月。而在爆炸发生时，即使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也有居民感觉到大地在抖动。当时估计爆炸威力相当于2000万吨 TNT 炸药，超过2150平方公里内的8000万棵树焚毁倒下。可以说，这场爆炸从物理意义上震慑了全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通古斯地区遥远偏僻，俄罗斯帝国又摇摇欲坠，所以也无力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直到苏联成立后，才第一次有规模的成立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了正式意义上的科研考察。这支考察队伍的领队叫列昂尼德·库利克。列昂尼德·库利克1883年8月19日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他曾经在喀山大学学习物理和数学。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于是库利克便加入了俄国军队服役，并参与了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库利克成为一名矿物学老师。1920年，因为兴趣，他开始在圣彼得堡的矿物博物馆上班，并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陨石用于研究。1年后，库利克被派往苏联境内的各个地方寻找陨石。为了更广泛细致地进行陨石搜集工作，他开始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及相关报道，而其中一条报道引起了他的兴趣。库利克发现，《西比尔报》在1908年7月2日就刊登了一则这样的新闻：早上7点多，西北方向的天空和平常看起来不太一样，一个明亮的球形物体飞速下落，形成长长的光带。天气炎热而干燥，那个物体在距离地面8公里时发生了爆炸，升腾起巨大的黑烟。很多人耳边发出了巨响，就像大块石头坠落或者被炮弹击中的声响，周围的建筑物仿佛都震动起来，天上开始下黑色的雨。距爆炸点1200多公里外的村庄里，村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震撼，惊慌失措地走上街头，随处都是哭声、叫喊声，仿佛这是世界末日一般。看了这条报道，库利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陨石降落。于是他查阅了所有的相关报道，并将所有资料进行了汇总，最终认定了他的猜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但是当时苏联刚刚成立没多久，正忙于从革命战争中恢复元气，并大力发展工农业，根本无暇顾及10几年前在偏远地区发生的大爆炸。这个时候想去实地调查，我看你简直就是砸锅卖铁点奶茶，败了家的作呀！所以当时库利克是有劲儿使不出来。思来想去，库利克灵光一现，我不是去调查陨石吗？陨石里就可能有铁呀！铁是什么？那可是当时发展工业必不可缺、重中之重的原材料啊！于是库利克成功以陨石上的铁可能有助于苏联发展工业的理由，说服了苏联政府对科学调查队给予资金。苏联政府虽然将信将疑，但仔细一想，去那么偏远的地方，差旅费也不算高，万一真能发现点儿铁，那可就是陀螺碰见皮鞭子，有的赚了呀！当即大笔一挥，批准了库利克的考察计划。于是1927年2月，库利克第一次从圣彼得堡出发，带着调查队来到了爆炸发生地通古斯。而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爆炸产生的具体位置。因此抵达后，库利克便找了当地的鄂温克猎人作为向导，以寻找爆炸核心区域。但是随着他们距离爆炸点越来越近，迷信的鄂温克猎人便不再与库利克同行，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爆炸一定是火与雷之神所为。他们坚信越接近事发地，就越有可能受到伤害，从而染上厄运。于是库利克和团队只好开始缓慢地摸索前行。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调查队坚持寻找了数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爆炸中心。而当他们站在被毁坏区域的山脊上俯瞰时，发现眼前的一切既令人震撼又让人疑惑。第一，爆炸点周围2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竟然全部呈放射状躺平，而爆炸中心点的树木却高耸挺拔如故。考察队还手举地图，一边对照，一边确定爆炸点的位置应该怎么找寻的时候，一片片扑倒在地上的森林让他们惊奇不已。
这些倒地的森林都因为高温的炙烤而出现碳化，又因为爆炸的冲击波，所以跟同心圆一样，一层一层由内到外全都倒在地上，蔓延的面积大约有2000公里。这些自古从未被人为干扰的森林，莽莽苍苍，能把这些森林碳化并掀倒在地，可见爆炸的力量之大。20多年过去了，这些碳化的森林已经成了一根根密密麻麻的活化石，记录着曾经发生的可怕一幕。更令这些专家费解的是，最中间位置，按照爆炸理论，经过无数次推断确定的爆炸中心点，却是一根根同样碳化但却直立着的树林。这些林木明明都是直立着的，怎么外围的所有林木都是一圈一圈地向外倒下呢？考察队员面面相觑，都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爆炸中心点没有爆炸坑痕迹，只有一片烧焦的土地。根据碳化林木的分布情况，考察队确定了这些同心圆的圆心，但是当他们到达爆炸发生的中心后，所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他们触目惊心。这里没有他们预料中的爆炸坑，只有一片烧焦的荒野。几个专家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拨弄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又东奔西走的到处查看，分析土壤结构，就是找不到那个按理来说应该出现的爆炸坑。真是太怪异了，爆炸怎么会连个坑都没有呢？难道爆炸之后有人把这个坑给埋了？土壤分析告诉他们，这里的地表没有任何改动，爆炸时候是什么样，现在也就是什么样。没有爆炸坑的爆炸点，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悖论呢。然而考察队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可能的悖论。第三，俯瞰躺平的森林竟然是蝴蝶的形状。这次由苏联政府组织起来的第一次深入全面的考察，用徒劳无获几个字来形容，可以说并不为过。虽然经过仔细的勘探和各种分析，最后这支考察队几乎是两手空空的离开了这里，只留下一堆详实的分析和研究数据。过了几十年后，有人在飞机上再次对这块爆炸地点进行观测时，意外地发现这一块林木倒伏的区域竟然是一块类似于蝴蝶的图案。开始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爆炸的话所形成的地面反应应该是圆形扩散才对，怎么会是这种不规则的蝴蝶形呢？但是经过对现场的反复核对，这些碳化倒伏的林木确实呈现出蝴蝶形的轮廓。也就是这片蝴蝶形的轮廓，为这场大爆炸又增添了新的谜团。无奈，第一次的调查只能以失败告终。库利克带着大量的照片和对当地人的采访资料打道回府，而这次的探索也让人们越发怀疑，在通古斯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力量造成的。库利克显然并不甘心于这样的结论，于是在1928年、1929年，他又进行了2次调查。这2次倒是有了不少新奇的发现，比如几十个坑洞沼泽，每个的直径都在10到50米。最初发现这些坑洞时，库利克团队兴奋地认为这些有可能正是陨石坑啊。但是在费力排出沼泽内的水和淤泥后，库利克团队却失望地发现，这些沼泽坑其实只是树坑，并非陨石撞击造成的。1938年，目标坚定的库利克再度前往，并利用航空摄影技术进行拍摄，却也依旧没有进展。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库利克的决心，就像他本人在1938年的报告中写到的那样，我们可以期待找到那些残骸，其埋渗应该不会超过25米，那里应该能够找到铁镍等金属残骸，总质量可能有100至200吨。而命运没有再给库利克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1939年，二战正式爆发了。库利克作为参与过日俄战争和第1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自然要应召入伍，加入到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之中。而这次他却不幸在战役中被俘，最终满怀着对谜案研究的不舍之情，抱憾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下，享年59岁。这位探索先驱的离去，并没有阻挡人们对于这场神秘事件的调查热情。时间来到了1959年，也就是大爆炸发生后的50年。科学家重新率队来到通古斯收集证据并撰写报告，他们对收集到的通古斯爆炸区的泥土进行高度放大，终于发现了球状的硅酸化合物和磁铁矿。它们的大小仅有几毫米左右，其中有些磁铁矿颗粒粘在一串，有些甚至钻进了透明的硅酸盐颗粒里去。
而这些颗粒只有在极高温度下才会粘结起来。经过分析，他们在其中发现了钴、镍、铜、铱、锗等金属。由于这些金属在陨石中含量极高，迄今为止，这个发现依然是证明陨石撞击最强有力的证据。1978年，斯洛伐克天文学家克雷瑟克前往调查后提出，这场爆炸是由短周期彗星恩克彗星的碎片引起的。恩克是在所有彗星中最短、亮度微弱、凝聚度较小的，一般不产生彗尾，但同时也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颗彗星。恩克彗星被公认为是金牛座贝塔流星雨的母彗星，而这个流星雨在通古斯大爆炸发生时达到顶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卢卡加斯佩里尼来到爆炸地附近观察取证。他在位于爆炸中心西北方向约合8公里处发现了一个湖泊。在走访了当地很多居民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名叫切科湖的湖泊在通古斯大爆炸之前竟然从未在任何地图上出现过。除了是陨石撞击留下的痕迹，这个湖泊的来源很难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他回去进行了研究，并且在2007年写道：“我们很确定这个湖泊是在陨石撞击之后形成的，造成这个撞击坑的并不是通古斯小行星的主体部分，而是一块碎片，在爆炸后设法保全了下来。”他始终坚信，在湖底下方约10米处的沉积物中一定埋藏着一大块小行星碎片。俄罗斯人可以很轻松地到那里去进行挖掘。虽然他的这个理论后来广受批评，但他依然希望能有人前往这片湖泊，寻找陨石留下的残余部分。对陨石造湖的理论，批评声最大的有2位，分别是阿特米耶娃和克林斯。阿特米耶娃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吊子理论而已，要想在这片湖泊的底部找到某个神秘物体并不难，因为湖水不深。克林斯则和同事在2008年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驳斥。文章中指出，湖泊附近生长着一些未受到爆炸影响的成熟树木，如果一大块岩石落在它们附近的话，这些树怎么可能还有存活的希望呢？直到10年前的2013年，还有人在不断分析研究此次大爆炸的现象。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维克多·科瓦斯尼茨亚带领其手下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从爆炸地点收集来的岩石显微样本。这些岩石碎片是1978年的科研团队从1908年形成的泥炭层中找到的。时隔35年，辗转来到了科瓦斯尼茨亚的手中。碎片中含有细微的蓝斯戴尔石，而这种特殊的矿物是含有石墨结构的天体，比如岩石是小行星等撞击地球时形成的。科瓦斯尼茨亚认为，我们对通古斯地区样本的研究，以及许多其他专家的研究都显示，通古斯大爆炸与小行星有关。大李讲到前面2期人类不解之谜时，说实话有点像是在谈玄学，因为毕竟发生的事件太过久远了，资料缺乏，又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现场数据，所以总好像在黑夜里探路一般，困难重重。而这期的通古斯大爆炸却是发生在科学技术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的近代世界，目击证人、第一手研究调查资料都随时可以前去调查得出，按理来说应该可以查明真相的，结果却是直到现在都100多年了，依旧迷雾重重。100年调查期间，陨石空爆说一直是主流。这种假说是从事件发生以来被提及最多，包括咱们最开始提到的最先试图探索事发现场的苏联领队库利克。但是因为库利克在前后一共3次的实地调查时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实这个观点，因此最初提出这个假设的是英国的天文爱好者们，他们说这颗陨石与小行星2012大14有关。但很快这个说法就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罗伯特·马塞博士辟谣，他表示这颗坠落俄罗斯的陨石与小行星2012大14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陨石是按照自东向西的轨迹运行的，而小行星的轨迹则是自南向北，它们之间相差至少12小时，相隔至少50万公里。而且马塞博士认为，如果这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将会在地球上抹去和伦敦面积相当的城市，其威力相当于1000枚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破坏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但依然有人坚定这个想法，比如美国桑蒂亚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克·博斯拉夫。他在用超级计算机红色风暴进行模拟时发现，这个大火球在地面导致的冲击波强度要比以前的预测高，而以前的预测似乎也夸大了爆炸产生的破坏程度。也为距林务员透露，当时的森林正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博斯拉夫认为，之前的数据是认为爆炸摧毁了8000万棵正常的树，但实际上有很多树可能已经遭了。因此，爆炸产生的风南桃被夸大的命运，由于这种夸大导致了对爆炸威力的预测可能比实际情况强。科学家以前认为的20兆吨 TNT 这一数量，实际上可能只有3到5兆吨。所以，研究人员们认为，造成这场可怕灾难的行星可能比预想的小很多，陨石坠落的猜想并非没有可能。后来，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了陨石高速状的引发的大爆炸效果。实验中，冲击波扬起的地面尘埃到达大气外层，反射了日光，所以通古斯周边地区才会出现黑夜如白昼的神奇景象。还有人认为不是陨石空爆，而是彗星撞地球。第一位提出这种假说的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洛夫。他认为引起通古斯爆炸的是一个来自太阳系遥远地方的由稀松的雪团组成的彗星。当它以每小时4万公里的速度冲破地球表面的大气层时，由于摩擦产生了过热的气体。这种气体一接触地面，立刻发生了相当于数颗原子弹破坏力的巨大冲击波。由于彗星很快便蒸发完了，这个说法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地球上没有留下任何残骸作为物证。物理学家戈纳迪·贝宾认为，爆炸发生20年后，现场找到了浓缩冰里含有可燃性气体。这充分证明了新设想的真实性。他觉得，对于来自远方的彗星来说，地球就是一个烧得炽热的煎锅。彗星在飞临地球时迅速融化并发生了爆炸。贝宾研究了30多年，终于在库利克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证实了这个全新设想。贝宾认为，库利克找到过上面覆盖着泥煤的冰状物质，但当时可能以为只是因为天冷，忽略的这个线索。库利克要找的是别的其他东西。贝宾称，他试图寻找传统意义上的由铁和石质构成的陨石，但最终一无所获，因为一切都已经融化了。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引发通古斯爆炸的是一种特殊的物体，这个物体的特点是动能强、强度低、密度低于水和高挥发性。只有具备了这几个特点，爆炸后才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早就已经在爆炸时就灰飞烟灭了。基于这个设想，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赵成文教授利用自己研究和分析各种爆炸现场已经接近30年的经验，对通古斯大爆炸之谜提出了新构想，是冰河流星体撞击地球引起了大爆炸。这个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大的爆炸现场，却连一个爆炸物的残留碎片都找不着。如果是液体或者气体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陨石坑啊！所以，在地面形成爆炸的一定是由液体凝结而成的冰。正如极地的冰层在高速旋转的钻头的摩擦下会发生爆炸，天外来的冰体在高速射入地球大气层时，遇到氧气也自然会发生爆炸。如此看来，产生大爆炸的应该是冰彗星。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些科学家们与赵成文的猜想不谋而合，他们也认为，造成通古斯大爆炸的不是陨石，而是由水和碳构成的冰质彗星，所以才会在不远处留下湖泊。也有一些假说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争论。1965年，3位美国科学家提出，通古斯大爆炸事件可能是从太空降落到地球来的一种反物质、反陨石造成的。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当天一个由反物质组成的陨石意外地闯入了地球，并导致了这场灾难。他们认为 0.5 克反铁与 0.5 克铁相撞，就足以产生威力大于在广岛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破坏力。反物质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当正反物质相遇时，双方就会相互湮灭抵消，发生爆炸并产生巨大能量。这个假说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也能完全的解释这次大爆炸发生的所有现象，但是反物质究竟存不存在，在当今的物理学界还依然是个谜题。
更别说它是否能穿越宇宙空间与人类相遇了。还有一种假说认为是人为导致，煞有介事地说，这一切源于被称为时空穿越者的尼古拉·特斯拉，他100年前的无线电实验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爆炸。现在我们电力的传送仍然要依靠电线，这样在远距离传输中就会造成一定的损耗。但在当时，天才的特斯拉一直想研制一种传输方式，可以让电能进行无线传输。为了进行研究，他说服了当时的富翁摩根，得到了15万美元的赞助。最终，他建成了一座60米高的沃登克里夫铁塔，但是后续的细节还没有完善。马可尼抢在了特斯拉之前，完成了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传输实验。金主摩根觉得特斯拉这个项目可能不太靠谱，毕竟他的研究太过超前，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到底想干什么，便停止了对他的资助。特斯拉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就在1908年初，特斯拉为了偿还债务，将铁塔抵押了出去。不过就在这时，他收到了美国军方递来的橄榄枝，想要特斯拉帮忙研制一种可以进行远程攻击的秘密武器——人造闪电，而且开出了很高的筹码，据说高达120万美元，但要半年内实验成功。特斯拉内心很是挣扎，因为他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造福于人类，并不想用于战争。但是当时他还在进行交流电系统、人造闪电和无线电的研究，这些都需要很多钱。如果没有钱的话，所有的研究都进行不下去。没有办法，他最终还是答应了美国军方的要求。之后，他就赎回了自己的铁塔，原来是想利用铁塔进行远距离的电能传输，如今在此基础之上稍加改装为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攻击。他先后在1908年的5月和6月进行了2次短距离的闪电实验，分别攻击了300米和1500米外2处的目标，定位都非常精准。合同的交付日期很快到了，特斯拉看到这个武器威力特别强大，最终选择了放弃。所以在6月30号，他把铁塔的指针瞄准了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通古斯这片广阔的区域，因为这地方的人口比较少，他就想检测一下铁塔的威力到底如何。最终就制造出了这起大爆炸。其他离奇的猜想就更不计其数了，比如外星人来地球寻找淡水，找到地球第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但不幸飞船失事，于是在通古斯附近坠毁并爆炸。还有科学家认为灾难并不来源于天空，而是源自地下天然气矿床的爆炸。更有2名物理学家提出，罪魁祸首是一个穿越地球的小黑洞。这些说法虽然迷人，但本身已经超越科学解释，几乎变成科幻小说了。在寻幽探奇之际，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1908年6月30日几乎就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终结之日。因为根据科学研究分析，当年那场大爆炸如果不是发生在10公里左右的高空之中，而是发生在地面，想一想，1000颗广岛原子弹规模的核弹砸向地面，会给地球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地震、海啸、大气层被尘埃遮蔽，太阳、月亮消失，所有无法预知的气象灾害将会接踵而至。当年让恐龙灭绝的一幕将会再次在地球上演。我们人类与世界末日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近过。当年考察人员前往通古斯地区调查大爆炸的原因时，当地居民都把这次大爆炸视作是神对人类的警告，因而拒绝给考察人员带路，以免惹怒神，给人类再次带来灾祸。看来这种敬畏不无道理。幸运的是，我们逃脱了这场灾难，但是谁也无法说清楚，到底哪一天会有一颗天外来客再次撞向我们地球。到那时，我们还能否继续如此幸运？敬畏自然，热爱生命，这是大吕对通古斯大爆炸最触动心灵的感受。好了，讲到这里，所有的世界3大未解之谜就全部结束了。非常高兴大家喜欢看大吕制作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关注人类未解之谜，让大吕带你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我们下期再见。